有这么一个技巧，号称最快45分钟就能让另一个人爱上你。不只是对异性，你要是想跟朋友啊、同事啊、陌生人啊等等迅速拉近关系，用这个技巧效果就立竿见影。再见爱人4最后问题环节的创意就是来源于这个技巧。先介绍技巧，后面详细说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方法。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兹阿伦他找了大概200个人，把他们两分组，分为大概100组，确保每组的人互相都不认识。之后他把根据心理学原理精心设计的36个问题随机分配给50组，给他们45分钟时间互相提问和回答对方这36个问题，最后还要互相凝望4分钟。这些组就被称为亲密组，剩下的50组就是简单的闲聊，他们是闲聊组。实验结果是，闲聊组聊完，组内俩人情感没有什么明显的递进，属于就是简单认识了一下。但亲密组聊完可厉害了，在异性成组的人里，他们全都表示对对方很有好感，后续会加深联系。有35%的人直接开始了约会，其中有一对在实验做完6个月之后就结婚了，还邀请了当时一块参与实验的人参加了婚礼。同性成组的那些人互相都成了亲密程度各不相同的朋友。这就是著名的亚瑟阿伦的36个问题。这36个问题分为3组，问题深度层层递进，从轻松普遍的互相了解聊到递进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，再到私密和情感化的话题。为啥这36个问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？因为它是根据这5个心理学效应精心设计的：自我暴露、互惠原则、认知失调理论、情感唤起和情感共鸣。自我暴露指的是把自己的信息想法告诉别人的时候，潜意识里面会希望对方也把这些事儿暴露给自己，这个欲望就出来了。互惠原则指的是别人跟你暴露完自己的信息之后，自己也会想把信息暴露给对方，要不然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所以互惠原则促使你说，你说了就会满足对方自我暴露效应里面想听你信息的欲望。反过来，你们角色互换也是如此，当任意一方开始问问题的时候，就进入了这个循环，所以问题特别容易往下进行。而且在这个循环里，除了能了解对方暴露的信息和想法，还会因为自我暴露效应，在听到对方暴露信息的时候，心里得到一种满足感，这是不是有点卡 bug？ 而认知失调理论指的是人的态度和行为不一样的时候，心里会不舒服。比如说跟一个不太熟的人在一块，硬是让你坐在他身边紧贴着他，你肯定就会不舒服。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，人会改变态度或者是行为。那俩人互相问问题，问题越来越深，但是俩人关系没到能聊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所以心里就会有反感，这就叫失调了。所以根据认知失调理论，潜意识里会纠正你们对对方的态度，会让你们更亲密。为啥纠正的是态度，不是互相问问题、互相暴露的这种行为呢？因为互惠原则让你们停不下来，这就又卡了一个大脑的 bug。那情感唤起和情感共鸣就很好理解了。沟通过程中，你们会因为回答问题唤起各种情感，人在感性状态下会减少理智，从而更容易接受对方。情感共鸣是你们了解某些事儿的时候，会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相似的事儿，这会让你们更加亲近。以上就是原理，原理说完了，这技巧怎么用呢？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这36个问题的顺序不能变。有些博主就说，你随便问，这些问题问完了，你们就亲密了，这个就是扯淡，关系没到位，问第3组问题，那不直接给对方问炸毛了吗？这些问题设计的主打就是循序渐进，让对方更容易接受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团建呐，或者相亲呐等等，合适的时候跟对方做一个小游戏，一溜烟把所有问题都问完，效果就是立竿见影。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想安排这种一次性把事办完的机会就很小。那没事儿也有办法，要记得这个技巧实际上依靠的是这5个心理学效应，其实并没有要求一次性把事办完，所以只要是比较放松的时候都可以提问。怎么提问这个你懂的，你只要别生硬的说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就行，那就把人吓坏了。就普通聊天的时候，你就把问题加进去。还有在确认对方不忙很有时间跟你聊的时候，给对方发文字消息，这都是可以的。美国当时有很多媒体都做了这个实验，其实最后凝视4分钟的环节不要也罢，影响不大。而且这5个心理学效应你现在学会了，你发现了吗？在社交里有太多时候都可以用上它们了。